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好几天没有做节目了，好几天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哈。一方面呢，也是想休息休息啊；另一方面呢，也不想没有话题啊，强行拼凑话题。那我做节目本身呢，还是希望能够有感而发吧，把自己真正的这种所思所想分享给大家。那与大家呢，共同在这个变化剧烈甚至有些动荡的时代里呢，能够保持一份思维的敏锐以及对危机的这种警觉。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呢，可以说全球这70多年的是一个黄金岁月也是一个完整的康波的周期。那中国呢，更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但过了40年的和平的岁月吧，而且这40年呢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一个国运，几乎呢没有什么大的挫折尤其呢是2001年加入 WTO 以来经济呢更是突飞猛进几乎所有的经济周期呢都被央行和政府的逆周期调节所熨平你比如说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还有15年的这个周期产业的硬着陆风险几乎呢都被央行的逆周期调节熨平了。那以至于呢，我们就有了一种经济不再有周期，世间再无冥司机的一种错觉。那好，那切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正题今天呢，我们主题呢是讲10月份不得不防的几个黑天鹅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思考的10月份的一些隐忧或者说是一些大事件的可能进展。那这些大事件的演化和进展呢，都可能给资本市场带来非常重大的变化。那首先第一件事呢，就是特朗普感染病毒这个事儿这个呢绝对是一个大的事件。那虽然现在看来呢，病毒的致死率在大幅的下降但是它对老人，尤其是像特朗普这种74岁高龄的老人还是有着相当程度的威胁。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呢，感染病毒的巴西总统这个博索纳罗，他是1955年出生的。那还有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他是1964年出生的。那英国首相感染病毒以后呢，还一度进入了重症监护室甚至用上了呼吸机当时呢很让人担心着实捏了一把汗。特朗普呢比他们两人年龄都大了不少74岁，可以说是现任各国领导人里面年龄最大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所以说，如果特朗普不幸感染病毒逝世了那可想而知，他对美股市场的影响会非常大可能会提前触发这个美股重回3月份的那种暴跌的浪潮。那我们之前呢就多次分析过说美国股市和实体经济的这种高度背离以及美国股市自3月份以后的这个微型反弹他们的根基呢都是美联储的这种无限量化宽松主要是靠这种放水的政策。那如今呢，美联储可以说已经做了它能做的包括在最近的议息会议里面，他也提到了美联储基本做了它一定能做的接下来呢就需要财政方面出力了。那整个美国现在的利率呢也已经降为0资产负债表呢也在非常短时间内扩张了3万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目前的宽松效应呢正在衰退正在边际效应递减我们从美国股市的走势呢也能有所感知。那如果在这个敏感的时点，如果美国总统逝世了那极有可能触发整个美国股市的大幅动荡这个呢是不得不防的一个风险。那假设如果特朗普呢康复归来那10月份的股市呢基本可以说暂时无忧但10月份大选之后就要高度关注美联储是否有进一步的动作。因为走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很多美国的大企业开始了裁员比如说迪士尼在9月29号就表示这个因为加州的这个主题公园长期关闭所以他准备裁员 2.8 万人就是裁员 25%。那你像美联航呢也准备裁员 1.3 万人壳牌计划全球裁员9000人像雷神公司也是要裁员 1.5 万人，包括零售的巨头科尔百货正在裁员 15%。反正就是现在有大量的美国企业开始或者已经进行了这个裁员计划。那早在3月份的时候当时那个美国有一轮的纾困计划推出了2万亿美元的纾困计划这边有一个表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不管是针对个人家庭也好针对大企业也好小企业也好还是政府部门还有公共服务部门都有这个对应的这个纾困金额纾困计划。那正是靠了这些资金的支持这些家庭企业包括政府部门才熬过了这场疫情的危机否则的话在这个疫情冲击之下这个经济的表现会比这个08年差得多得多。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呢美国的两党又在商谈新一轮的这个纾困计划就是这个 2.2 万亿美元的这个纾困计划，但是这个呢两党还没有达成一致还没有达成妥协，所以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最后一点呢就是无论是特朗普是感染病毒以后是逝世了或者全面康复了，这个中美的对抗呢可能非但不会减弱还有可能进一步强化和加速
啊，因为你想，如果特朗普康复呢，啊，我们可以参照当时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他康复以后呢，对华政策的这种变化，你就可以感知一二。那英国首相康复以后呢，他对这个华为的这个打击啊，马上就加强了，这个措施马上变得非常的强硬。那如果特朗普病逝呢，我们也可以想象，由于目前这个美国的两党啊，包括社会精英还有普通的民众，他在对华政策态度上呢，现在是高度一致的啊。如果本国的总统呢，最后发现死于新冠病毒啊，那美国的这种巨大的主流民意啊，恐怕会推动着美国政客不断的对华啊施加更加强硬和更加冲突性的这种政策。好了，这个呢就是关于特朗普啊感染病毒这件事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个人的几点所思所想啊。总的来讲呢，它的这个意外啊是一个比较大的事件啊，有些风险呢，市场的风险还是不得不防的。接着呢，我们就说一下第二件大事啊，就是现在呢又进入静悄悄的这个中印冲突啊。中印冲突呢啊，听我这个直播啊，包括听我一些节目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我非常关注中印的这个冲突啊，因为站在这个新的大的历史大棋局下，这个中印两个人口大国的这种对抗和对世界工厂的这种争夺啊，是非常大的一个背景事件啊，它一定是整个未来如果全球有这个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啊，那中印冲突一定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眼。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在9月21号啊，我先说第一点，就是在9月21号的时候，这个中印两军它不是举行了第6轮军长级谈判啊。那当时双方一致同意呢，停止向一线增加兵力啊，不单方面改变现地态势啊，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行动，就当时达成了这么一个妥协和协议啊。看似你好像是风平浪静的啊，实际上呢，中印双方停止向一线增加兵力啊，这个对印度方面是非常有利的啊，因为印度呢在中印边境它已经部署了20多万的军队，而中国呢只有5万左右的军队啊，本身呢它就有这个人数上和装备上的这种差异。再加上印度它本身后勤的补给，它是补给能力是有边界的啊，它不可能支持这种无限多的这种边境的增兵，所以它这种后勤补给它这种能力啊，或者这种压力啊，随着越来越大，所以它的这种后勤补给的能力的界限就决定了印度军队啊在边境所能够维持的这种人数啊，所以不增兵呢对它是有优势的啊，它其实是非常担心中方这边继续增兵的。那第二点呢，就要说一下。啊，原南京军区副司令王洪光中将啊，他写了篇文章，最近他认为这个达拉克山区拉达克山区啊，战场根本就用不了20万的印军来驻守。那他认为驻防列城的印度啊，第14集团军的5万多人基本就足够了啊，但是印度呢还是往这里多塞了10多万人啊，他觉得这个就值得非常警惕。那这20多万人啊，这个吃喝拉撒、保暖啊、燃料啊、武器弹药方面的这个后勤补给的需求非常大。那而且他不准备在大雪封山之前把这些部队拉下来啊，还硬塞了这10多万人，包括他的 T72坦克团上去啊，整体呢呈现出一个重兵前推啊、攻势部署的态势。所以说，就从军事角度看，他认为这是一种准备发动攻击的表现。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1962年呢，中印边境啊就爆发冲突以后，当时呢是10月20号开始这个战争开始的。那整个的战斗结束啊是班公湖南岸啊，直到11月下旬呢，这个战斗才结束。当时气温已经达到零下3到40度啊，这个所以说不能想当然的就认为这个拉达克进入冬季以后，印度呢就不会发起进攻啊，所以说。真正的安全期在哪儿呢？真正的安全期在11月中旬或11月底啊。如果从现在的这个态势啊，一直维持到11月中下旬，甚至到11月底啊，那基本呢可以说这个警报才能解除。所以说这2个月的时间啊，或者说1个半月多的时间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点啊。好，第4点呢，就是在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本月中旬，印度呢完成了一个通往列城方向的一个高原隧道啊。这个高原隧道呢非常关键。它这个达成修完以后啊，可以大大提高后勤保障的效率。那印度呢，可以把大批的物资源源不断的运到这个第14集团军的驻地啊，就不存在什么障碍和问题了。而且我们看到新闻，这个莫迪呢，他亲自啊，印度总理莫迪他亲自出席了这条隧道完工的剪彩仪式啊，可见他对这个隧道的完工的重视程度啊，这个隧道非常重要。
好，这是第4点。第5点呢，就是我们说一下最近有个印度媒体啊，叫 The Print 啊，他说这个印度这个军方呢，给印度边境的士兵啊进行了这种授权，就是如果他可以这个自主的这个开火进行反击啊，就是可以自主开火啊，可以任意开火。那这个姿态呢，就是给人感觉就非但不是寻求和平啊，反而更像是在求战。而且这样的话，中印边境的这个冲突和风险的这个风险就会急剧升高啊，难免什么时候就有可能擦枪走火。那第6点呢是什么呢？第6点就说一下，这个很多国内的媒体现在也报了，就是印军呢展开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后勤行动，向拉达克运送这个补给啊，而且这个补给呢，它是准备维持4个月啊，就是维持4个月的这个冬季的生活和生存状态，包括弹药啊、武器设备这些。所以说这个呢，姿态啊，就是这个事情也非常不同寻常啊，这个大量的补给在往这个边境地区去运送。那最后一点呢，我们再说一下，就是马上要召开的他们这个有一个4方安全对话啊，也号称这个小北约，就是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啊，他们这个有一个4方安全对话，在这个10月4号到8号这个之间啊，会进行这个开始谈。那很明显啊，这个4方安全对话呢，它是有些也是针对中国的啊，这个肯定会谈到中国的这个议题，所以这个呢也是值得关注的一点啊。那好，这个呢就是中印冲突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和进展啊。如果中印呢在10月或者11月真的爆发大规模冲突啊，那毫无疑问，全球资本市场的黑天鹅呢就会到来啊，就会飞来，尤其是东亚各国的股市啊都会遭到重创啊。当然有些人这个时候呢啊，他也考虑到这个军工股啊，压住军工啊，他希望呢有所收获啊。那关于军工板块呢，我之前在直播里做过详细的分析啊，录播的节目呢也讲过一些，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好，这是关于中印这块。那第3部分就给大家再简单说一下啊，要关注一下这个原油的价格。那当时在这个因为原油啊是大宗商品之王啊，当时在3月份市场最恐慌的时候啊，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原油期货甚至跌到过负数啊。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油这波反弹到40美元这个水平啊，一直横了很久啊，可以说这个横盘期应该是我见过的最长的横盘期啊，就是在这个狭窄的39啊到42.3这个美元的水平里面横盘了长达3-4个月，非常长的时间。那最近的走势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开始拐头。那最近一个交易日啊，就是昨天嘛啊，也是大跌啊，所以说这个原油的走势，接下来走势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啊，它基本是其他各类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的一个先行走势啊，或者是一个先行的一个商品的一个信号吧。啊，还有就是这个10月份以后啊，就是国庆节后，这个国内的股市呢也值得关注啊，因为最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证和深证两市的成交额萎缩的非常厉害啊，越来越萎缩，只有5000多亿。那7月份当时高峰的时候呢，还是有1.6万亿、1.7万亿的高峰，那后面呢就慢慢的开始萎缩，那直到这个节前啊，萎缩到5000多亿。那10月份以后呢，大家知道资金面啊也比较紧张。那之前降准的效应呢，也是存在一个边际，就是央行降准效应啊，也存在一个边际效应递减的一个问题。所以到10月份以后呢，这个整个资金面啊可能会比较紧张啊，包括最近爆出来这个恒大的债务压力的问题啊，大家也看到了，可以看到在10月下旬以后，还会有非常多的企业面临这个还债的高峰。好吧，今天的那个分享呢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